相信关注国际预言圈的朋友一定都听过印度神童阿南德这个名字。阿南德的全名叫做阿比吉亚·阿南德，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年轻占星师。他在过去几年里，因为多次对国际重大事件的走向做出预测而声名大噪，在全球拥有数百万的追随者。他最早引起全世界注意，是因为他在2019年，也就是新冠疫情正式爆发之前，就在自己的频道上发出了某种全球性瘟疫即将来袭的警告。虽然他的具体细节不完全吻合，但大方向被认为是命中的，这让他一夜成名。此后，阿南德又陆续对全球的地缘政治局势、经济走势、天灾时间等做出了多次分析预测。从俄乌战争到中东冲突，从加密货币的涨跌到黄金价格的飙升，他都发表过看法。公平地说，他的预测不是每一次都100%准确，有些预言明显落空了，但他的整体命中率确实高到让很多原本完全不信这套的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说法。甚至有些主流财经媒体在做国际局势分析的时候，都会顺带提一下这位印度神童又说了什么。今年1月7日，阿南德接受了一位知名频道主持人的访问。在那次长达1个多小时的对话中，他明确表示2026年将迎来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捩点。注意，400年一遇这个用词是非常重的，他不是随便说说的，他用了吠陀占星术中非常复杂的行星周期理论来做推演，指出多颗行星在2026年的排列方式形成了一个极其罕见的格局。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星象排列要追溯到17世纪初期，也就是1603年前后。那个年代发生了什么？欧洲正处于宗教战争和大瘟疫的阴影之下，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组。阿南德认为2026年将会重演类似的历史转折。他进一步指出，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开始，全球就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旧有的国际秩序正在加速瓦解，各种冲突与变局像连锁反应一样不断出现。你仔细想一下，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的世界是不是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远程工作颠覆了职场结构，全球供应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断裂和重组，各国之间的信任急剧下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科技巨头的影响力膨胀到了可以跟国家力量相抗衡的程度。阿南德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大周期转换的开始，而2026年正是这个动荡周期的绝对高峰。更让人坐不住的是，他给出了3个非常具体的关键时间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时间点是4月下半月，他暗示这段期间会出现某种重大的国际事件或者冲突的升级。第二个时间点是7月，更准确地说是7月24日的前9天和最后10天，也就是从7月15号左右一直到8月初这整段期间。第3个时间点是11月中旬左右，其中7月的那个时间窗口被他反复强调了好几次。他的语气非常严肃，说那段时间全球局势会再次出现剧烈的升级和动荡，而且他还特别点明了几个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和韩国。他用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说法，他说中国将面临重大问题。为什么他的话现在特别被人重视？因为他在今年年初的预测中曾经暗示3月份国际上会出现严重的动荡，结果3月份果然就爆发了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东局势急剧升温，德黑兰遭到轰炸的画面震惊了全世界，战火有蔓延到更大范围的态势，这让很多人不得不认真对待他接下来的预测。因为逻辑很简单，如果3月他说对了，而他接下来又指明6月到7月是更大的高风险窗口，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至少做一些准备？阿南德还提到了几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观点。他说，当前的世界并不是处于真正的和平时期。你表面上看新闻，好像除了几个战区之外，其他地方都还过得去，但实际上暗流汹涌。俄乌战争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中东战火从加萨蔓延到了整个波斯湾地区，印巴2个核武国家之间的对峙在升温，南北韩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台海局势更是全球地缘政治中最大的变数之一。阿南德说，这些不是和平，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诡异寂静。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我们现在就站在台风眼里面
四周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外围的狂风暴雨随时可能杀回来。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洞见的判断，他说国界与现状并非永恒不变的东西。很多人觉得世界地图上的那些边界线是固定的，但历史告诉我们，国界每隔几十年就会被重新画一次。苏联解体是一次，南斯拉夫分裂是一次，克里米亚事件是一次。他认为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可能会再次看到类似的地缘政治板块大位移，全球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战争的形态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以前那种两个国家在边境线上大兵压境正面对决的传统模式，而是变成了多点同时引爆的复合型冲突，代理人战争、资讯战、经济制裁战、科技封锁战，这些非传统战争的手段正在变成主流。不过阿南德也不全是坏消息，他同时提到2026年除了充满挑战之外，也可能是医学、数学和科学取得重大进步的一年。他特别提到医学技术可能会出现令人惊喜的突破，他说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他的世界观并不是纯粹的末日论调，而是强调2026年是一个巨大转折的年份，祸福相依，危机与机遇并存，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以及你是否提前做好了准备。他强调，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让民众处于恐惧和创伤的状态来影响整个社会，而占星预测的目的恰恰是要反其道而行，是要让人们提前做好心理和物质上的准备。一旦你准备好了，任何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效果都会大幅减少。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另一位超重量级的预言人物，他的名字你一定听过，那就是已故的保加利亚灵媒巴巴万加。我们习惯叫他盲眼龙婆。为什么叫盲眼？因为他在12岁那年遭遇了一场龙卷风，被风卷到空中又摔下来，眼睛里灌满了沙土，从此双目失明。但据说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他获得了预见未来的能力。他在1996年过世，享年85岁，但他生前留下了大量的预言笔记，据说涵盖了一直到5079年的人类未来。很多笔记至今仍未被完全公开，只有他的门徒和信众在陆续整理解读。龙婆的命中记录确实有一些让人难以忽视的案例，他被认为成功预测过戴安娜王妃的车祸离世，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攻击，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以及新冠疫情的爆发。据说他曾预言在2020年前后，一种来自东方的神秘疾病将席卷全球，让所有人都被迫关在家里。不管你信不信这是真的还是事后附会的，至少这个说法在预言圈里面流传非常广。当然公平地说，龙婆也有不少预言是明显落空的，比如他曾经说英国的哈利王子最终会取代他的父亲查尔斯三世登上王位，这个显然没有发生。查尔斯三世现在好好的坐在王座上。他还预言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2024年遭到国内暗杀，这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成真。所以我们看龙婆的预言必须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不能全信也不能全不信，而是要结合其他的证据来交叉比对。那龙婆对2026年说了什么？根据他的门徒和信众对笔记的解读，龙婆留下的关于2026年的预言格外让人不安。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战争。他警告2026年将会爆发一场涉及世界主要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不是区域性的小打小闹，而是可能引发全球性政治动荡和军事对抗的级别。他预言主战场将从东欧一路燃烧到中东和亚太地区，也就是说战火会横跨整个欧亚大陆。更惊人的是，他预言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欧洲多个国家会在战火中沦为焦土，核武器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口可能因为战争和其后果而流离失所。部分解读者更是把他提到的东方局势跟台海问题直接挂钩，声称龙婆预见了东西方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全面对抗。不过我必须强调，这些解读大多是二手甚至三手的诠释，龙婆的原始笔记本身用的语言非常模糊隐晦。专家也提醒大家应该谨慎看待这些说法，不要把未经验证的解读跟复杂的现实局势轻易画上等号。除了战争，龙婆还预言了几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第一是大规模天灾。他说2026年全球大约 7% 到 8% 的陆地面积
可能被各种天灾吞噬。他特别提到了地震和火山爆发的毁灭性组合，说这种组合会在全球多个地方同时发生，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数亿人口可能无家可归。考虑到目前全球地震活动的确在加剧，火山喷发的频率也在上升，这个预言就格外让人不安了。第二是经济危机。龙婆的门徒解读他的笔记，认为2026年可能发生第3次全球金融危机，或者至少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意味着股市可能大跌，通货膨胀可能飙升，甚至某些国家的货币可能崩溃。如果你是有在投资的人，这段话应该让你特别警觉。第三是人工智慧的威胁。龙婆据说预见了2026年将是 AI 全面渗透进人类生活每一个角落的一年。他警告人类对科技的过度依赖会带来伦理框架的崩解，甚至可能出现 AI 反扑人类的危机。考虑到现在 AI 的发展速度确实快到让很多业内专家都感到忧虑，这个预言放在当下的语境里一点都不显得荒诞。第四个也是最科幻的一个，龙婆预言2026年11月，人类将与外星智慧生命发生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他描述看到了一艘大型的太空船进入地球的大气层。好吧，这个我就不多评论了，大家自行判断。听完龙婆，我们来看一位更加接地气的泰国通灵师 Play 师傅，被泰国民众封为命中率极高的灵媒。他曾经被认为成功预测了2025年3月的缅甸大地震，那场 7.7 级的强震造成了大量伤亡。正因为这次命中，他后来的预言被越来越多人认真对待。去年底，他接受了泰国最大的网络媒体之一的深度访问。这段访问的内容在整个东南亚引起了巨大的回响。Play 师傅开门见山就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的话。他说2026年是火马年，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凶，比2025年更加凶险。他说火灾、水灾、地震、战争将会在这一年同时爆发。注意是同时，不是一个接一个，而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面多线并行。他对气候变化的描述非常具体，他说地球的中心点似乎发生了某种偏移，听起来像是在说地磁或者地轴的变化。他说气候的基本结构正在改变，以前的规律不再适用，东南亚的沿海地带将逐渐变成新的风暴前线。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前台风不太会经过的路线，以后可能会变成台风反复经过的固定通道。他还说2026年是雨水极端过多的一年，雨量多到就好像天上破了一个大洞一样，部分地区会被洪水反复侵袭。但真正让所有观众听了都倒吸一口凉气的，不是天灾预测。Play 师傅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他说2026年最可怕的不是战争，不是地震，不是洪水，而是一种全新的疾病，他管它叫 X 疾病。他说这不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病毒，而是一种混合型的疾病，由古老的病原体和人为实验室里的成分结合而成，传染力比我们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强。他在灵视的画面里面同时看到了两个词，一个是结核病，一个是黑死病。他的解读是这种新型的 X 疾病可能结合了这两者最致命的特质，结核病的顽固和黑死病的致命率如果真的结合在一起，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他还用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描述，他说在某些国家会出现尸体多到让人感觉麻木的惨状。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新冠疫情初期某些国家的情况，但 Play 师傅的语气暗示这次的规模将远远超过新冠。他还特别提醒了旅行安全的问题。他说2026年上半年要格外小心，以英文字母 HJT 开头的国家或地区属于高风险区域。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出具体国名，但网友们纷纷猜测可能包括匈牙利、日本和泰国等等。他建议带小朋友或者年长家人出游的人尽量延后前往这些地方。他还预警2026年仍然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空难事故。不过 Play 师傅有一点让我很尊敬，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算命师，也不是占星师，他只是一个翻译讯息的人。他把来自灵界的提醒如实的转述出来，目的不是制造恐慌，而是让有责任感的人能够提早做好防范。他说上面那些灾难和人祸都是人类的一种共业，是我们集体的行为和意识所累积出来的因果。真正能够化解这些灾劫的方法，不是囤多少粮食，也不是存多少现金，而是人类的内在觉醒。
当足够多的人在心中保持善念和正气的时候，灾难的烈度就会自然减轻。好，如果你觉得前面这几位现代的预言家和通灵师说的还不够震撼，那我们现在要把时间线拉到500年前了。16世纪的法国占星家兼医师诺查丹马斯，这个名字你一定不陌生。他的预言诗集叫做《诸世纪》，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地位几乎等同于中国的推背图。这部作品总共包含了941首4行预言诗，跨度涵盖了从他所处的16世纪一直到数千年后的未来。在那些已经被解读出来的预言当中，命中率高得让人不可思议。外界普遍认为他成功预言了1666年的伦敦大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拿破仑的崛起和失败、希特勒的出现和第2次世界大战、美国911恐怖攻击，甚至连新冠疫情和教宗方济各的离世，似乎都能在他的诗句中找到蛛丝马迹。关于2026年，诺查丹马斯的原始诗文中并没有明确写下这个年份的数字。诸世纪的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所有诗句中的时间点都是极度模糊的，而且诗句之间的顺序完全是被打乱的，所以往往要等到事件真的发生之后，人们回头去对照才会恍然大悟。但他的支持者和研究者们经过长期的分析，从几首特定的诗句中找到了指向2026年的可能线索。首先是编号26的那首4行诗，研究者从中整理出了4个可能在2026年发生的情境。第一个是伟人遭雷击，被解读为某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可能遭到暗杀或者政变。结合目前中东和美国的政治局势，这个预测让人不寒而栗。第二个是提契诺被鲜血淹没。提契诺是瑞士南部的意大利语区，不过也有人认为这里的血不是字面意义的血，而是象征干细胞医学的突破。第三个是最让人坐立难安的高风险的海上冲突。诗句翻译过来，大意是小艇与桨帆船环绕7艘船，致命的战争将被释放。专家们将此解读为一场海战，而那个7的数字被联想到南海周边的7个主权声所方，也就是中国大陆、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这7个国家和地区在南海的岛礁和海域存在重叠的主权争议，与诗句中7艘船的描述惊人的吻合。第4个是巨大的蜂群将崛起，被解读为某种强大的集体力量将改变世界秩序。另一首被热议的诗出自第8卷第77首，内容大意是反基督很快消除了那3个，他的战争将持续27年，不相信他的人被杀、被抓、被放逐，血和尸体和大水覆盖了大地。如果你从1999年那个所谓恐怖大王降临的预言年份开始算起，加上27年，答案就是2026年。很多研究者把这首诗看作一个明确的时间标记，暗示一个长达27年的动荡大周期将在2026年画下句点。至于句点是用更大的灾难还是和平的降临来画，诗句本身似乎暗示两者都有可能。还有一首诗更加直白，诺查丹马斯写道：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从东方升起，而西方则在寂静中失去光明。很多人把这首诗解读为一场东西方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东方力量将崛起，而西方势力将衰退。把这个跟龙婆关于东方阵营击败西方阵营的预言放在一起看，两位相隔了将近500年的预言家竟然在描述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这真的还能用巧合来解释吗？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英国的预言家帕克。帕克的全名是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他是英国比较知名的灵媒之一。他自称结合了西方的灵视能力，简单说就是印度的一种古老占卜方式。据说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印度的圣人们就把每个人一生的命运写在了棕榈叶上，后人可以透过特定的方法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叶子来了解自己的命运。这套系统在南印度至今仍然有人在使用和研究。帕克结合灵视和纳迪叶的分析结果，对2026年给出了几个非常具体的预测。第一，他说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可能会在2026年发生大规模喷发，喷出的不只是岩浆，而且会产生一团致命的有毒气体云。这团毒气云会从东北方向漂移，影响范围非常广，甚至可能波及俄罗斯。
帕克说，他在2015年出版的书里就已经提到了这种巨大气体云的预言，而在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纳迪叶片中，出现了一个叫做亚马的地名。帕克认为这个亚马就是日本的古名大河。第二，关于危险的时间窗口，帕克说4月15日到11月15日之间是整个2026年中极度危险的长周期，在这7个月里面，特别要注意8月12日，那天是新月，木星、太阳和月亮将同时聚集在巨蟹座。他认为这个星象组合是一个强烈的灾难触发点。第三，帕克预测美中俄3大强权之间的对峙会在2026年进一步升温。他甚至暗示中国和俄罗斯会建立针对美国的正式军事同盟。他还提到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海底的火山爆发可能不完全是天然的地质事件，有可能是某种间接战争的手段，也就是有人透过某种技术人为地触发了海底火山喷发，让它看起来像是自然灾害而不是军事攻击。不过帕克跟普赖师傅一样，也在最后加了一段比较正面的讯息。他说这些预言并非绝望的宣告，他相信有一种超越世俗权力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着人类。灾难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唤醒。他呼吁所有人不分宗教、不分种族，透过集体的正向意识和祈祷来减轻灾难的冲击。他说人类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向善，就有能力改变事件的走向。说完了通灵师和预言家，我们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跑道。已故的奥地利裔美国物理学家海因兹·冯·佛斯特是控制论和人工智慧领域的先驱人物之一。早在1960年，他就在全球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推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如果人类的人口成长曲线继续按照历史趋势延伸下去，到了2026年11月13日这一天，人口密度函数将会在数学上达到一个所谓的起点。起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函数值趋近于无限大，意味着整个系统在逻辑上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必然会发生某种形式的崩溃或者根本性的转变。当然，现实世界不是数学模型，全球的人口成长率在过去几十年已经大幅放缓了，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萎缩。所以佛斯特预测的那个人口爆炸式的末日情境不会按照字面意义发生，但它的核心洞见依然深刻地让人不安。人类文明的无限扩张是不可能永远持续的，我们消耗的自然资源在加速增长，制造的废物和污染在加速累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加速恶化。终有一天，所有这些成长曲线都会撞上物理世界的硬性天花板，而福斯特早在66年前就用数学算出了这个天花板可能出现的时间点，那个时间点正好落在2026年。一个纯粹基于数学的物理学家和一群基于灵视的通灵师竟然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年份，这个事实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吗？好，预言讲完了，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不需要任何超自然能力，光是看目前的全球经济数据和金融市场的走势就已经够让人捏一把冷汗的了。国际知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这位跟索罗斯一起创办了量子基金的传奇人物，近日再次公开发出严正警告。他的原话是2026年极可能成为全球性的大暴落之年。他说的不是小幅修正，也不是技术性调整，而是史诗级的崩盘。他指出，不仅美国，包含日本在内的所有主要经济体都难逃一劫。美国的联邦赤字长期维持在 GDP 6% 的高位，债务规模持续膨胀，一旦市场信心崩溃，抛售潮将会在瞬间爆发。日本的情况更是危如累卵，政府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了惊人的 260%， 利率只要稍微上涨一点，利息负担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压垮整个财政。彭博的经济学家调查显示，2026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约为 30% 到 33%， 就业市场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双低状态，失业率低，但招聘也低，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美国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现在贡献了将近一半的消费支出，经济底层的一半人口其实已经在经历衰退了。一旦股市大跌，富裕阶层的消费也会断崖式下降，整个经济将失去最后的支撑。加上 AI 泡沫随时可能破裂，
美元信用受到质疑，贸易战持续升温，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像一堆干柴，只差一根火柴。回到天灾方面，日本漫画家龙树亮的故事值得一提。他在1999年出版的《我所看见的未来》中记录的预知梦，曾经准确预见了311大地震。他后来最轰动的预言是2025年7月5日大灾难，虽然当天没有发生他描述的那种规模的事件，但他留下了一个关键线索。他曾在1981年梦到横滨大海啸，至今未应验，下一个窗口指向2026年。而且他在后记中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漫画中的大海啸并非2011年那一次。日本南海海槽大地震 80% 的高几率评估至今仍然悬在头上，预知梦的阴影并未散去。还有巴西的阿托斯·萨洛梅，被誉为活著的诺查丹马斯，他曾经准确预言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离世和新冠疫情的爆发。阿托斯预测2026年将有2个出人意料的地区爆发全面冲突，第一个是北极圈。你可能觉得北极是一片荒凉的冰天雪地，跟战争沾不上边，但事实是，随着全球暖化，北极冰层加速融化，以前被冰封的航运路线和能源资源正在浮出水面。阿托斯说，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将为了争夺这些战略资源而在北极展开激烈的角力。俄罗斯已经在扩展北方舰队，并将导弹系统转移到北极的战略区域。北约方面，瑞典和芬兰的加入也改变了北极地区的军事版图。阿托斯认为，2026年上半年冰川融化期间，北约和俄罗斯在北极爆发直接冲突的几率会大幅飙升。第二个是非洲的萨赫勒地区，随着法国和美国军队的撤离，极端主义组织正在当地快速崛起，这里可能成为大国进行间接对抗的新战场。而在东方的预言体系中，中国古代的推背图也有被研究者联系到2026年的线索。推背图是唐朝的袁天罡和李淳风所著，被认为预言了中国此后200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准确度在中国传统预言中首屈一指。有研究者指出，推背图中某些尚未应验的卦象描述了一个东西方对峙天下大乱的场景，而清末大儒于越在1907年写下的预言诗中也提到了又见春秋战国风这样的描述。春秋战国意味着群雄争霸，天下混战，如果对应到现代，就是多极化世界中的多方混战格局，跟阿南德所说的碎片化战争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天文方面的意象，历史上每逢4星连珠或者罕见的行星排列，地球上往往都会发生重大事件。1910年4星连珠，第2年辛亥革命爆发；1914年4星连珠，7月1战开打；1944年4星连珠，第2年2战结束；1949年4星连珠，台海分治；1991年连珠苏联解体；2022年4星连珠，俄乌战争爆发。这些历史记录当然不能证明行星排列和人类事件之间有因果关系，但统计上的相关性确实让人无法忽视。而2026年又一次出现了罕见的行星格局，这也是阿南德反复强调400年一遇的原因之一。在所有这些东方西方古代现代的预言之外，原子科学家公报今年把象征人类距离自我毁灭程度的末日钟拨到了距离午夜仅剩85秒的历史最危险位置，比去年又逼近了4秒。科学家们点出了3大关键原因：核武扩散风险、人工智慧失控风险和地缘政治冲突失控风险。他们甚至直接点明了台湾作为评估全球风险的重要一环。科学界和军事界的专家们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数据和模型发出跟预言家几乎一模一样的警告。现在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汇总起来。印度神童阿南德明确指出7月是高风险期。泰国通灵师 Play 说上半年最危险。英国灵媒帕克说4月到11月极度危险。龙婆说天灾吞噬陆地大国开战。诺查丹马斯暗示7方海上冲突和27年动荡的终结。物理学家佛斯特的方程式指向11月13日，龙树亮的预知梦暗示大海啸尚未到来。巴西预言家警告北极冲突。投资大师罗杰斯预警史诗级金融崩盘。末日钟位于历史最危险位置。所有箭头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玄学还是科学，全部指向2026年6月到11月这个超级危险的时间带。其中6月底到7月
是所有线索最密集交汇的风暴核心。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办？第一，现在就开始有计划的储备至少3到7天份的紧急食物和饮用水、罐头、干粮瓶装水、手电筒、急救包基本药品。如果你住在地震带或者沿海地区，还应该额外准备哨子、绳索和简易的避难路线图。这些东西放在家里又不会坏，占不了多少空间，但万一发生任何突发状况，它们就是你和家人的生命线。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在家里准备避难包。美国在台协会的吉祥物阿米牛前阵子还专门在社群平台上做了一期避难包开箱的影片，提醒大家。台湾的中央气象署也多次呼吁民众备妥紧急物资。这不是恐慌，这是每一个成熟社会的基本防灾素养。你想想看，就算什么灾难都不发生，家里有一批存粮和饮用水也完全不亏。万一遇到台风停电或者供应链暂时中断，你就不用在风雨中跟几百人挤在超市抢泡面了。第二，手边一定要备一些现金。这一点很多人会忽略，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太习惯电子支付了。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或者天灾，电子支付系统可能全面瘫痪，银行可能宣布暂停营业， ATM 可能因为断电而无法运作，你手机里的行动支付突然变成一堆没有用的数字。这时候能救你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实体现金。不需要囤太多，但至少准备足够支撑1到2个礼拜基本开销的金额。建议分散存放在不同的地方，家里放一份，办公室放一份，车上也放一份，不要全部集中在同一个位置，因为你不知道灾难发生时你人在哪里。第三，认真审视并且降低你的负债水平。如果你现在背着高额的房贷、车贷、信用卡循环利息或者各种分期付款，尽量在未来几个月内想办法减轻压力，能提前还的就提前还，能不再增加的就不要再增加。因为经济衰退一旦来临，你的收入可能突然骤降甚至归零，你可能被裁员，可能减薪，可能接不到案子，但你的债务不会因为经济不好就自动消失，银行不会因为全球动荡就免除你的贷款。每个月固定要还的那笔钱会像一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胸口上，让你喘不过气。所以越早把财务杠杆降下来，你在风暴中就越稳越从容。第四，分散你的资产配置，认真做好风险管理，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你的全部身家都压在股票上面，一旦股市崩盘，你就什么都没有了。黄金从古至今，在每一次地缘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中，都扮演了避风港的角色。而且最近几年，黄金价格确实一路狂飙，突破了历史新高。多位金融专家也建议投资人在当前的环境下，增加实质资产和防御型资产的配置比例。如果你有股票的投资部位，现在是时候好好检视一下你的持股结构和风险敞口了，考虑适当的做一些调整，不一定要全部卖掉，但至少要确保你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第五，持续关注国际时事，但不要让恐惧吞噬你的生活。每天花15到30分钟看一下国际新闻的头条，了解一下全球局势的最新变化就够了，不需要24小时泡在末日论坛或者恐慌群组里面，把自己吓到焦虑失眠。阿南德说得非常好，他说用占星术做预测的目的不是要吓人，而是要让人提前做好准备。恐怖主义的杀伤力有一半来自于人们的恐惧和措手不及，一旦你提前做好了心理建设和物质准备，任何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效果都会大幅降低。真正可怕的不是灾难本身，而是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准备。第六，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保持你内在的平静和清明。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乱，你的心如果是稳的，你就倒不了。多位预言家在发出警告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灵性觉醒和正向意识的力量。帕克说，人类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Play 师傅说，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内在觉醒。阿南德说，准备是最好的防御。这些话听起来可能有点形而上学，但从纯粹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角度来看，完全说得通。研究显示，在危机情境中保持冷静理性的人，不仅自己做出更好的决策，还能够带动身边的人一起稳定下来，形成正向的连锁反应。恐慌会传染，但平静同样也会传染。你的一份镇定，可能就是你整个家庭在风暴中的定海神针。
最后，我想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末日预言，从玛雅历法的2012世界末日到千禧年的千禧虫大恐慌，从1999年诺查丹马斯的恐怖大王预言到各种大大小小的末日时钟。每一次预言到期的时候，我们都好好的活了下来，但我们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真实的挑战。新冠疫情是真的，俄乌战争是真的，中东的战火是真的，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是真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真的。预言不一定会按照预言家说的那个方式成真，但他们所指向的那些风险，战争、天灾、经济危机、疾病大流行，每一个都是真实存在的威胁。龙树亮在他的漫画后记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说预知是警告，因为能够避免，所以才被看到。我相信有方法能减少灾难的冲击。2026年到底会发生什么？坦白说，没有任何人能100%确定。那些预言家可能对了，也可能错了，他们自己也会告诉你不要100%相信任何一个人的话。但有一件事情是100%确定的，那就是做好准备的人永远不会后悔。你储备的粮食和饮用水，如果最后用不上，大不了自己慢慢吃掉喝掉，不亏。你背在手边的现金如果派不上紧急用场，放着也不会长脚跑掉。你降低的负债比例，让你的每一天都活得更从容更自在。你对时局的关注，让你在别人还在迷茫的时候就已经提前一步做出了反应。你保持的内心平静，让你在任何混乱中都能做出清醒的判断。这些准备不是为了末日，而是为了让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好好的活着。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让你在任何风暴面前都能稳稳站住的力量。而那些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准备的人，一旦风暴真的来临，不管那场风暴是预言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他们就只能站在雨里被淋得浑身湿透，茫然无措地看着身边的一切被吹走。希望今天这支影片能给你一些启发和帮助，不是要你害怕，而是要你准备；不是要你恐慌，而是要你清醒。因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准备本身就是最大的智慧，最稳的定心丸，最好的护身符。